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您好，很高兴今天能为您带来深度的产业解析。我们会把最硬核的科技还有财务数据，转化为您在市场上实际能运用的市场洞察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 Nomura 撰写的报告。我们常常听到大家在追捧那个各种 AI 晶片嘛，但其实说真的 ，AI 算力真正的瓶颈已经不是晶片本身了，而是旁边的记忆体。没错，而且更惊人的是 ，Nomura 在这份报告里面，竟然对中国的 DRAM 龙头，也就是长兴科技，给出了116元人民币的目标价。这换算下来，可是有高达1239.5%的潜在涨幅哎。对，1200多，这数字绝对会颠覆很多人的既有认知。其实这份报告的核心预测就是说，随着那个 AI 代理，也就是能够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 AI 快速发展，到了2026到2030年这段期间，全球记忆体的需求会直接暴增7倍。暴增7倍，这蛮夸张的。如果我们把 AI 想象成是一台顶规的超跑，那记忆体大概就是那个输油管。你油管不够宽，引擎再强，超跑根本也跑不快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长兴科技现在就是看准了要来拓宽这条单线道。报告提到，他们正处于一个产能的爆发期，预计到2028年底，他们的月产能会直冲55万片。哇，55万片！对，这会让他们的全球市占率从现在的10%一路狂飙到18%，这可是直接威胁到那些国际巨头了。听起来是很猛啦，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不是把高阶的 EUV 光刻机卡得死死的吗？长兴根本买不到最先进的设备啊。那在这种夹缝中，这张55万片产能的支票到底要怎么兑现？这就是这份报告最精彩的地方了。长兴其实他们计划是完全不依赖 EUV 设备的。完全不用，那要怎么做？他们打算用现有的 DUV 设备，透过那种多重曝光的技术来突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虽然笔尖不够细，但透过在晶圆上非常精准的重复刻画好几次，硬是把线条做得更精密。哦，就是用4世代的技术硬干就对了。对，借此在2026年推进到16至17奈米节点。虽然这样做步骤变得很繁琐，成本也比较高了，但报告有特别指出，他们目前 DDR4 的良率其实已经超过90%了。哇，原来是用多重曝光硬扛上来的，难怪他们敢喊出这个产能。而且我看到这份报告还提到，他们要跟兆易创新合作研发一个叫 DRAM on Logic 的技术，这听起来很玄，但其实就是把记忆体直接堆叠在逻辑晶片上面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您可以把逻辑晶片想象成是厨房里的厨师，以往他得跑到外面的仓库拿食材，也就是传统的记忆体，那非常耗时。现在 DRAM on Logic 等于是直接把大冰箱搬到炉子旁边，那这样效率应该差很多。差非常多。这对边缘 AI 设备来说，不止资料传输速度大幅提升，还能省下极大的耗电量。从财务面上来看，这个技术升级让长兴有望摆脱那种低价厮杀，转向高附加价值市场。这份报告预估，他们2028年的营收将会突破7733亿人民币，每片晶圆的均价也会大幅跃升。营收前景确实是很诱人啦，但是您刚才也有提到那个多重曝光的良率跟成本问题，加上我看到目前长兴的设备国产比例大约只有40%而已。对。那如果今天日本决定跟进美国，直接断供高阶的光阻材料，他们这座超级工厂会不会直接就停摆了？您点出了最致命的隐忧。Nomura 在这份报告的风险评估段落，特别做过极端情境的推演。如果因为材料断供或是管制升级，导致上海厂扩产延迟，长兴的净利恐怕会大跌30%到33%。跌掉30%，那真的是重伤哎。是啊，但反过来讲，如果他们真的挺过这一关，全球 DRAM 市场就不再是3大巨头垄断，而是会变成4大强权鼎立了。同时，为了加速自主化，
中国本土的供应链，像是中微公司或是北方华创，也势必会跟着迎来大爆发。这真的是一场牵动全球半导体板块的世纪豪赌。在我们今天结束前，想留给你一个延伸的思考：当2028年长兴这55万片产能真的全数开出时，这究竟会为全球 AI 发展带来及时的产能捷克，还是会引爆一场残酷的记忆体价格战呢？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